神對話。所有修行人係必睇嘅一本書。如果呢個世界上有神嘅話咧，你話俾我知點解會係咁樣樣？神愛世人咩？神奇嘅點出現咗啦，佢得到咗神嘅回覆。愛嘅反義詞唔係恨，係恐懼。佢同我講啲乜嘢咧？你終於翻嚟啦！你發咗好耐。進入咗九子離火，我發現我哋而家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變局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生活嘅問題，財運、姻緣、家庭以及健康。面對呢個命運嘅十字路口嘅時候，自己唔知點樣去選擇，或者亦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出乜嘢嘅努力。咁於是咧，我決定退出我嘅中華智慧大講堂，通過我哋民族了不起嘅道家哲學思想，通過易經、八字、風水等等嘅道法術器，去解決我哋人生中嘅一次又一次嘅困難。喺我哋面臨命運嘅十字路口選擇嘅時候，做出最優嘅解決方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耀，歡迎大家來到風水說經典的這個系列節目。今天我們想聊一本呢，在西方很出名的書，非常之出名，對，叫《與神對話》。這本書呢，讓我想起超能力學院有一位選手，他說：我就是神，神就是我。所以睇過呢本書嘅人，我相信係唔會否決佢呢個講法。對，所以我想請師兄，為我們這個屏幕前有看過這本書的啦，可能有很多人也沒有看過這本書，係，跟我們講一講這本書的創作的背景和它的一個目的到底是什麼？我覺得呢本書係所有修行人係必睇嘅一本書。呢本書我接觸咗好多嘅即係呢個圈子裏邊修行人啦。第一本話推薦你好容易去入到呢個世界嘅，就係呢本叫《與神對話》。其實呢個系列咧有3本嘅，我覺得名都先講第一本嘛。係，咁啊就會講第一本。佢3本咧分別叫做與神對話、與神為友、與神合一。咁我覺得都勁啊！呢都像是一個境界的提升啊。係啦。咁咧喺第一本嗰度咧，一共探討咗3個大嘅問題嘅。我想今日咧就同你圍繞呢3個問題一齊去傾下偈。探討。係第一個，佢講咗神係乜嘢？神到底是什麼？係第二個，神點解要創造呢個世界？第三個，我哋知道咗呢啲嘢之後，對我哋嘅人生有咩幫助，有咩意義？咁好啦，第一個話題啦，咁我開始問下子耀啦。好，你覺得神係點樣嘅一個存在啊？係乜嘢教派嘅存在啊？我覺得如果你問我，如果從東方的角度上面來說呢，它可能就像我們道家裡面所記載的，比方說雷神啊，然後這個玉皇大帝啊，冇錯，這個太上老君啊，它都是有一些歷史故事的。咁西方人佢個寫與神對話，你覺得會唔會係上帝呢？我覺得他有可能是上帝啦，或者說是像那個北歐神話，宙斯啊，什麼火神啊、雨神啊、美神啊、維納斯啊那些。OK，咁我想同你講下呢，如果佢係咁樣具體化咗呢個神嘅話咧，呢本書唔會喺全球賣1000幾萬冊。哇，賣這麼多？係20幾年嘅時間。咁我講下點解佢會寫咗呢本書，點樣去定義佢講嘅神。對。咁咧呢位作家咧係個美國人啦，佢一開始咧係一個美國嘅記者嚟嘅。咁咧人生喺40歲之前咧都有好好嘅工作啦，亦都比較體面啦，亦都有好好嘅生活啦。咁但係到咗中年嘅時候咧，人就好多時候都有中年危機啦。佢又產生咗車禍啦，事業又失敗啦，妻子又離開佢啦，所有嘅嘢唔知點解喺呢段時間突然嘅發生，突然嘅 broken 晒。我相信咧喺我哋嘅即係呢個頻道啦，見到嘅觀眾，我相信佢哋可能亦都有咁樣嘅經歷。明白。呢個時候佢唔知點樣算，跟住咧你知美國好多流浪漢，跟住佢就去咗執垃圾，以執垃圾為生做流浪漢啦。
跟住喺佢最絕望嘅時候，佢就開始向個天去發問，即係佢寫咗封信俾個神，佢話：如果呢個世界上有神嘅話咧，麻煩你話俾我知點解會係咁樣樣？神唔係都神愛世人咩？怎麼我會這麼難過？係啊，怎麼這麼慘？然之後神奇嘅點出現咗啦，佢得到咗神嘅回覆。怎麼回覆的？託夢。總之，佢發現咗佢個靈魂開始同佢對話，然之後佢將個靈魂同佢對話嘅所有叫做啟發嘅嘢寫咗落呢本書度。咁嗱，你會覺得呢個可能係佢嘅妄想，可能係虛幻，或者係佢嘅一啲叫做即係幻想，係啊，作出嚟嘅嘢。但係如果係真嘅，佢呢本書冇可能賣1000幾萬冊出嚟。就係每一次有人打開呢本書嘅時候，係喎，神就係咁喎，感謝你，感謝你。咁係啦，佢講咗一樣嘢咧，神唔係太上老君，唔係佛祖，唔係宙斯，亦都唔係我哋所謂西方嘅上帝。佢話神就係我哋嘅精神、靈魂、思想，即係我哋四維空間嘅呢種存在就係神。四維空間，我想問你有冇肉身啊？在四維空間裡面有沒有肉身？係，我覺得可能不會有這麼具體的存在吧，應該是一種能量的存在。冇錯啦。所以神佢話俾我知咧，佢係一個非物質嘅存在，一種精神、一種力量嘅存在。我哋嘅人生係神嘅旨意投射喺我哋嘅身上，跟住去行嘅。佢講神係乜嘢？神就係作為咗一種精神、一種理念。哇，同佛家講嘅呢個嘢點解存在？我哋彼此需要佢，所以一個聚合。所有嘅因緣際遇令到佢存在。明白。所以我哋無論係東方嘅道家佛家啦，西方嘅基督猶太啦，其實都係希望有一種理念俾到我哋，係咪？有一個好重要嘅佛教話俾你知，空咗佢啦，空啊，道家嘅無為啊，係啊，咁呢樣嘢係一個好具體嘅人去講出嚟嘅咩？但係呢種精神係咪喺度指導緊我哋去行所有嘅嘢？無為嘅精神俾到你有咩啟發咯？給到我的啟發，其實師兄都給我很多啟發啦，就是無為嘛，不是什麼都不做，不要亂做嘛，按照這個天道的規律來行事。係，即係話有時我哋就去做嘅過程裏邊，我哋去享受。然之後咧，最後個結果唔緊要，最後會有呢個劇本俾到你最中意嘅嘢。所以神係點樣？佢就係存在住各種嘅意識，最大嘅精神，最大嘅意念。明白。那其實師兄在分享了這個《與神對話》這本書前期，這位作者與神溝通的這個過程當中呢，不禁引發了我的思考。其實在美國有一位著名的演員啊，叫基努里維斯嘛。其實他拍了一部電影，也是就是有撒旦啊、但丁啊、魔鬼啊。那我們會發現，其實他在生活當中、現實中，他也去流浪了。就經常會有人拍到他在路邊躺椅上面躺着，然後在地鐵裡面坐地鐵。我相信他因為是一個名人，別人才會關注他的嘛。那其實社會當中、現實社會當中有很多這樣子在生活當中迷失自己生活方向的人，他不一定像這個作者一樣那麼幸運得到神的旨意哦。係嘅。那我們怎麼樣能夠讓這麼多芸芸眾生遇到這樣的問題的人，他能夠找到自己的方向？呢個就係好重要啦。呢本書與其話係知道乜嘢係神，其實佢呢本書咧就係令到大家面臨各種嘅痛苦嘅時候，揾到原來我哋喺呢個地球上面生活嘅真諦。咁啊嗱，就去到我哋第二個問題啦。第二個問題咧，神點解要創造呢個世界出嚟咧？沒錯，就是我們來到這裡是體驗，還是有任務，還是怎麼樣呢？咁我覺得好靚嘅就係咧，所有宗教都講咗一樣嘢，我哋人生嚟到呢一度咧，係因為愛而存在咗嘅。因為愛情的愛，愛情嘅愛，係點解咧？因為點解神愛世人咧？因為
神啱先討論咗啦，佢冇肉身。嗯佢冇肉身嘅話咧，佢希望借助啲實體嘅嘢去體驗佢原先呢個思想曾經出現過嘅畫面。咁佢創造咗萬物。萬物佢可以去體驗啦。一棵樹葉佢可以感受呢個陽光。你亦都可以去體驗我的人生，感受你嘅愛情，乜嘢都可以去體驗嘅。咁啊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啦。咁啊當嗰個即係作者都問啦，咁你係愛噶嘛？你係想好玩你先嚟玩嘅啫嘛？咁點解你俾我咁痛苦啊？你覺得點解咧？因為神也需要體會痛苦。沒有痛苦就沒有快樂。Exactly。係啦，啱嘅就係點解會有痛苦？因為如果係沒完沒了嘅開心，同佢做神仙有差別咩？沒意義。冇嘛。冇差別啊嘛，就係因為有咗呢個痛苦，我先能夠體驗到呢個快樂、幸福係乜嘢。有咗你嘅惡，先有我嘅善。你明唔明啊？有咗我的愛，才有你的恨。嗱，佢講咗㗎，佢唔係愛同係恨㗎。佢話愛嘅反義詞唔係恨，是不愛，係恐懼。恐懼。係。佢話唔愛嘅核心係因為缺乏。缺乏你就會恐懼。當你擁有嘅時候，你會愛。愛的反義詞是怕。係恐懼。恐懼。係啦，愛原來好多人以為係恨，好多人以為係，所以你獲得愛情嘅時候，你最怕咩啊？怕失去。怕失去。係啊，恐懼。所以佢就帶咗呢一系列嘅信息過嚟，創造咗呢個世界。佢嗌我哋咧去了解到一樣嘢，哇！我覺得同我哋道家思想係完全吻合㗎。道家裏邊咧講咗一句非常之重要嘅説話咧，叫做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咁咩係咩意思咧？就係話佢係咪有善，係咪有惡嘅？佢冇嘅。佢要創造所有嘢出嚟咧，係俾我哋去更加強去體驗。我冇話特定話呢個惡就係唔好嘅。你係惡嘅話，就好似佛家咁講，你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我俾你呢十世嘅惡人，就係希望你有那一剎那嘅頓悟醒悟啦。係啊，與神對話咧就講呢個嘢就係話你要嚟體驗，你要嚟經歷。我係想借你嘅肉身去感受呢個痛苦，最後我如何去獲得呢個快樂。你唔好以為呢啲嘅經歷係你好慘，而喺呢個劇本裏邊你本嚟就需要。同埋如果你知道呢一個信息之後咧，你有一句説話咧，我覺得又我成日講嘅，任何事情就係睇你點睇啦。說了等於沒說。開玩笑，就是師兄講了很多的，他對於這本書的理解啦，其中我最受啟發的就是愛和恐懼。係。那其實這一種表達，我相信是您看過這個書以後啦，得出來一個結論。係。但是我很好奇的是，這個書的作者是怎麼樣去接收到神的對話的？冇錯啦。是用什麼方式？嗱，我哋講咧，所有嘅神，所有嘅信息，哪怕睇我哋依家好出名嘅一個東南亞節目叫《超能力學院》咧，通靈還是天眼？係，其實都係存在於咩？喺一個高維空間嘅信息，佢得到咗呢種高維空間嘅信息，當係靈魂。其實佢冇通過語言㗎，唔係有個人咁樣講，我聽到。不像菲菲一樣聽到一個二字。唔係，不是這樣子，而係我哋叫做道可道非常道。你認為嗰個世界有語言咩？冇語言嘅，佢有啲似係佛家嘅頓悟。突然之間有呢個信息能量場降落咗嚟佢嘅身裏邊，跟住佢個頭腦開始運作，就開始將呢啲所謂超乎於語言嘅信息能量寫出嚟，又同我哋嘅道非常之似，叫道可道非常道。如果佢接收到嘅係具體嘅內容，我相信不一定是真的，佢寫唔出嚟。
有時候咧，我哋有靈感嘅時候咧，去寫嘢，我覺得係個神捉住我手，去將佢寫出嚟。我們帶他寫下他的意思。係啦，我類比啦，一個人如果係未食過叫做鮑魚嘅，佢永遠都唔知鮑魚係咩味噶嘛。即係話你係冇食過鮑魚嘅人，你可能可以寫書，寫如此這般地好食，寫出嚟寫30萬字，但係我食過嘅人一打開，不是鮑魚，沒吃過，冇錯啦。咁俾大家點解會中意咗呢本書咧？佢寫出嚟咧就係大家睇呢本書就知道佢，你一定係有神同你溝通過嘅，唔係嘅話咧，你寫唔出咁美麗嘅語言。放喺任何嘅宗教同嗰啲教義一對係可以通行嘅，用道家嵌入去通，用呢個儒家通，釋家又通。我哋知道呢個人就唔係簡單嘅，佢係喺一個高維嘅信息度攞個能量出嚟嘅。咁我哋通過呢樣嘢咧，點解西方會更加去接受呢？因為西方人大部分都會接受有全息嘅宇宙啦，有高維嘅能量啦。咁你相唔相信其實通靈都係通到去高維世界去嘅？一定是啦，因為比方說我們三維世界的人，他怎麼可能知道這個盒子裡面是什麼？只有通過更高維度，他再看，可能才能得到答案嘛。咁其實呢個咧就係我哋修行人啦講嘅一樣嘢，叫做識神嘅退卻。我哋意識到咁樣係好，咁樣係唔好，但係要元神嘅歸位。元神喺呢個最頂嘅四維世界度，佢冇分咁多嘢嘅。我哋元神歸位就我知道，我降落嚟，我代表個神，佢借助我哋去行呢條路。我其實想問一下師兄，就是你肯定與神對話過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如果你沒有與神對話過，你其實也看不懂《與神對話》這本書裡面講什麼。係，就像你講，你沒吃過鮑魚，你不知道他寫的對不對？那能不能分享一些你與神對話或者跟他溝通的一些小故事？嗱，每個人與神對話嘅方式都唔一樣。我哋有啲朋友咧係靈魂出竅，有啲人咧直接天眼通，好似阿法咩師兄法明師傅咩明師兄咁啦。我咧有個好實在嘅體驗，係入咗夢境。入咗夢境裏邊咧，即係同 Leonardo 嗰套戲一樣啊 ，Inception 啦，盜夢空間。係啊，咁咧我就見到個現場嘅畫面係好真實嘅，跟住有啲人或者係你啦，或者係我哋身邊嘅朋友啦，都會喺度。我係親身能夠感受到我摸住佢嘅，有觸感，係有觸感嘅，係知道地係地，天係天，水係水，跟住喺嗰度嘅時候咧，我係見到有啲人過嚟，同我去叫做對話。呢個對話裏邊咧，佢同我講啲乜嘢咧？你終於翻嚟啦！你發咗好耐，你終於翻到嚟呢個世界，你仲想落去玩啲乜嘢啊？跟住我就同佢講啦，我想見到一部乜嘢嘅車，我想去到邊度去玩，我想食啲乜嘢，跟住你去瞓啦，你去繼續體驗啦，你去瞓覺，夢裏邊乜都有噶啦，跟住係啊係，這個是你在夢境裡面的對話，夢境裏邊嘅對話。咁當我喺呢度再醒嚟嘅時候，過咗1個禮拜，我喺個夢境上面想講嘅嘢喺現實就出現，全部出現。啊，所以我可不可以這麼去理解，就是在你在做夢的那個階段來說，他覺得你現在醒着的才是做夢。即係我與神對話，我自己嘅體驗係點呢？我發夢嘅時候翻去嘅嗰個地方，其實係四維世界。我喺嗰度活着。我依家嘅所有嘅存活，所有嘅過程，喺嗰度可以製造出嚟。咁亦即係話，我喺呢一度，只不過係實現咗上面嘅一啲信息啫。即係上面嘅我想咁樣體驗，所以掟咗我落嚟。對，所以他才說了一句話，就是你去睡啦，睡夢裡面什麼都有。係，所以因為在4維世界裡面，看你3維世界就是在睡覺和做夢。所以你可以在你的夢境裡面實現你所想做的事情。原來我發夢係我係翻去，即係我瞓覺嘅時候係我翻去，
呢個地方。所以任何人嘅與神對話，我覺得係唔同嘅一種經歷啊。但係我係好實在地知道佢嘅存在，佢係一個我哋感覺到好虛無嘅一個空間。喺嗰度我哋可以飛天。佢係一個虛像，佢冇咁實體嘅嘢。但係佢卻能夠投射人世間嘅所有。好，那師兄你想講的第三個階段，就與神對話第一章裡面，那是什麼呢？就最後一篇。佢話：咁我哋人生嘅意義是什麼？係乜嘢？其實我哋啱啱都帶咗出嚟㗎啦。人生嘅終極嘅意義咧，係去愛每一件事，去愛所有我哋現家擁有嘅嘢。啱先我除咗提咗呢個體驗之外咧，仲講咗兩個字嘅，叫做創造。即係神想借助你嚟創造，但係佢亦都俾咗一樣嘢俾你，自由意志。就我想怎麼創造就可以怎麼創造。冇錯。我好似啱先嗰個夢境咁啦。我想咁樣，我喺呢度可以出現。所以你喺呢個自由意志裏邊咧，你想要乜嘢，其實你係可以嘅。與神對話裏邊最終極俾到一個好積極嘅觀念俾我哋咧，佢話你相唔相信你要做一個富人，你就可以做一個富人。好多人有呢個諗法，但係點解你與神對話話我諗我就可以有錢嘅？佢嗰度提過係100%地去相信。哇！又開始似我哋東方嘅學説，叫做知行合一。當你100%去相信佢嘅時候，你嘅行為就會改變。你附近潛意識就會影響，見到嘅人就會唔同。你自然就會好努力去做嘢。佢見到佢100%相信呢個神嘅時候，佢就寫出咗呢個與神對話。當你100%相信係一個富人嘅時候，你嘅行為就會向住呢個方向去行。與神對話行咗10幾年之後，出現咗一個西方好出名嘅法則，叫吸引力法則。都係從呢本書度延伸出嚟。從這本書裡面獲取了一些靈感。對，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對於與神對話這一本書有更多的一些疑問呢，或者說一些想法分享，可以添加我們的 WhatsApp，跟師兄一起進行開悟啊討論，然後也可以去把自己看過這本書的一些觀後感呢，也可以發給我們可能在下期的節目裡面繼續跟大家去分享。係，好至最後呢，我都同大家講一句就係話呢本書。唔係講到咩玄學啊咩方法，而係話俾你知咧，你當下有好多嘅痛苦，好多嘅問題，就只不過你自己冇100%相信你就係神，你就可以去解決佢。當你100%去相信嘅時候，所有嘅問題對於你嚟講都係一個微塵，你就可以成為你自己所成為嘅最好嘅神。好，感謝師兄這一期對與神對話第一本書的一個分享。我們其實還有2本，後面的一些精彩內容呢，我們會在後期跟大家再進一步的討論啊，分享自己的觀點。好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好，福生無量天尊。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嚟緊嘅風水穴道呢，要開通會員啦。咁點解我要開通會員呢？因為好多觀眾朋友喺度留言話，我想學習多啲更深入嘅內容喎。咁我哋嘅會員內容呢，就係製作一系列更深入嘅內容，俾想進一步了解道法術器嘅觀眾朋友嘅。咁啊，從而呢，可以幫大家去打開呢個眼界啊，放開你嘅心量，從而令到大家嘅生活咧可以趨吉避凶、趨順避逆、趨高避低嘅。所以我哋會員嘅內容咧有3大系列嘅，分別係咧實用真運、高維修行、家居風水嘅。首先同大家解釋下啦，實用真運呢個系列咧係會面向一啲追求快速想提升運勢嘅朋友嘅。咁我會傳授一啲啦簡單又實用嘅佈局同埋方式俾大家。咁啊每一期咧我會精細咁樣去講一招嘅啫，直擊大家嘅痛點啦，無需好複雜嘅佈陣，注重大家嘅即學即用、安全快速，解決大家最關心日常運勢點樣提升嘅呢個需求嘅。
然之後咧，第二個咧就係高維修行啦，因為我哋知道好多風水穴道嘅朋友咧都係修行人嚟嘅，而呢個系列咧，我哋會面向好渴望內在修行、提升能量維度嘅朋友嘅，我哋會從最基礎嘅深化教起啦，帶大家 step by step 一步步感受萬事萬物嘅呢個能量嘅變化，連接我哋古老嘅智慧同埋自然嘅大道規律，切實咁提升大家嘅靈性同埋你個福慧嘅厚度嘅。咁喺最後就係大家都好想知道嘅家居風水系列啦。咁我會同大家咧好深度去解釋現代嘅家居風水會出現啲咩問題啦。咁我會俾啲實操性好強嘅方法，好獨家嘅啲化解嘅佈局調整方案，幫助大家咧去改善大家家宅嘅風水嘅。最後就係會員嘅重磅福利啦。咁啊，成為會員嘅朋友咧，我哋會定期抽出專屬於會員嘅問事名額啦，而且你哋嘅問題咧，我哋會定期嘅收集喺我嘅頻道精選同大家回答嘅。所以我哋會員嘅內容咧，會從個人增運啦、高維修行啦，到家居環境啦，全方位覆蓋大家想要了解嘅內容。嚟緊我會員內容即將上線啦，大家記得點選加入，同我一齊學習，共同成長啦！當然，為咗回饋一直支持我哋風水穴道嘅觀眾朋友啦，嚟緊嘅今個月8月13號同埋8月27號晚上嘅8點，我都會喺我哋嘅頻道風水穴道進行直播啦。直播期間會免費送出一大部分嘅會員福利，大家記得準時嚟收睇啦！不見不散。